超喜欢这种它这样吸汁我超喜欢。那这个配白饭真的很下饭欢迎收看 Peace and Yummy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秋玲，我是老宋，老宋是我们 Peace and Yummy 的导演。因为今天刚好慢慢临时有事情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导演来当我们的试吃员。好有荣幸可以吃美食。老宋，我跟你讲哦，最近我就味一出台语的片，都一出是今年金钟奖的大赢家吴车来片。哦，我嘛有看迄出诶，真假？你哪有看？我就介意迄出诶。毋过伊是讲内底迄个卤猪脚。对哦，内底出现足侪卤猪脚的画面，互我足想要食的，所以今日阮要来教大家安怎来做素的卤猪脚。素的卤猪脚，哎，安尼做啊？哦，迄就爱继续看落去。伫料理进前呢，甲大家讲一个消息，就是伫影片的下骹有一个非常感谢的功能，大家会使用蓝山机来支持阮来去更较侪、更较赞的素食的料理影片哦。好，我们赶紧来料理吧。哦。好哦，那我们现在来做素的猪皮。那我们一样是跟之前做素牛筋的方式一样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做法稍微不同，我们这一次是用比较温热的水，然后再依序加入碱粉，然后搅拌。然后这一个是蒟蒻粉，蒟蒻粉我们就是依序的加进去，不要一次加。好，搅拌到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准备一个容器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蒟蒻放在这个容器的外面这一圈，然后让它形成很像猪皮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制作吧。那会戴这个手套是因为这个蒟蒻有一点点烫，然后因为它没有碱粉，所以手碰到的话，像我自己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有戴手套。好，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啊，速度要比较快一点，因为像现在天气比较冷，所以它这个蒟蒻就会开始慢慢的凝固，就会比较难塑形。好，那因为还有很多的馅料嘛，那我们可以找比较大的碗，然后做比较大的，比较像是蹄膀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一锅水，然后把它煮滚。那在还没有煮滚之前呢，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的蒟蒻就是先放进去。那我们这两个可以第二锅的时候再煮。好哦，那我们现在蒟蒻第一次已经煮好了，那我们先把它放在凉水里面。先让它脱模，好，那这边我们都脱模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回锅再煮一次。那我们再煮一次的时候，我们会再加入白醋，就是把碱水的味道就是去除掉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在煮第二次的时候，我们要加大概是1大匙的这个白醋。然后我们就是让它继续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素猪皮捞起来。好，我们先让它冷却。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是小麦条，这个我们要先泡水大概4个小时，等它变软。那我们就可以用生豆包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撕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我们就包住这个小麦条，就是这样子，很像猪脚里面的那一个骨头。
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用一个很特别的食材，叫做桃胶。那我们要先泡水大概4个小时，它就会变成像这样，就是比较 Q， 然后富有胶质的感觉。之前就是我要做这一道料理的时候呢，我在寻找桃胶，想说应该很好买吧。结果我大概打了大概有8间以上的中药行，最后终于找到一间有在卖零散的，不然其实都要用订的，而且你一次要订半斤或1斤以上。所以这一次我要特别来介绍这一间叫宝生药铺。为什么要介绍他们？因为他们用的药材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真材实料的，而且像这样一袋是100块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，就是情不自禁推荐一下他们，在中山国中捷运站出来的巷子里面。对，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把这个材料都包到这个素的猪皮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拿起一块素的猪皮，然后放进去这个小麦条跟豆包的卷，然后把它放好。那旁边的空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香菇头来塞满。还有塞桃胶进去。好，塞完之后呢，我们用牙签把它串过去，避免它在卤的时候这些料都会飞出来。好，这个桃胶最后在卤的时候，它都会先浮上来，就没有关系。好啊，那我们也可以用汤匙刮边边，然后就是会有长条状嘛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卷在一起，然后也用牙签串在一起，等一下下去卤，这样就会是卤猪皮。我们先开火，那我们锅中先加一点油，等一下我们要来炒这个冰糖。那我们用大概是中小火。好，等它炒的有一点上色、有一点焦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我们先熄火。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些热水，然后我们倒进去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一次开火。好，这时候我们依序就加入就是调味的酱料。先放酱油，还有素蚝油，然后把香料放进去，肉桂棒，然后月桂叶，还有一些八角。那除了冰糖之外呢，我自己还会再放，就是大约是1小时的白砂糖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水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素的猪脚放下去卤。那我们就把水加到淹盖过这个猪脚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剩下的桃胶啊就放进去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等它滚哦。因为其实我们卤猪脚大概需要就是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那这边是我先做好的这个素的卤猪脚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加热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，然后把牙签拆掉，我们就可以来享用喽。
那我们就先把牙签挑起来。住宅时间，好开心哦！今天可以代替麦麦来吃美食。平常拍一拍都看着想说，哦，一直流口水，一边拍一边流口水。真的，而且今天还有曼曼最喜欢的白饭，他今天 miss 了，真可惜。好，那我们来试吃吧。好，好，那其实它这个看起来中间很像大骨头的，它其实就是生豆皮，然后包住这个小麦条，所以它整个都是很吸附这个乳汁的。而且这次做真的蛮像的，就是远远看就是哦，近看就还好啦。可是它有点大块，我可能要把它拆开来吃。很 juicy， 吸汁。但我做的口味是比较偏甜的乳汁，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南部的烤味，我都喜欢做比较甜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超喜欢这种就是我很喜欢吃那种米轮，那个面轮那种。它这样吸汁我超喜欢的。而且它这个好 Q 哦，小麦条好 Q 哦。那这个配白饭真的很下饭，配口白饭。可惜慢慢今天吃不到了，我来吃猪皮。但是它这有点大块，所以我要把它拆成好几阶段吃。这个猪皮一样就是蒟蒻做的，吃起来脆脆的。猪皮也很像，我觉得猪皮蛮像的。最后来吃这个神奇的桃胶，今天认识的新东西。对啊，而且这个桃胶，观众朋友，就是如果你们去外面的餐厅吃饭的话，现在几乎没有桃胶的料理，因为其实桃胶啊是孕妇吃了都会多少会有影响，所以其实只能去中药行或者是有就是医师执照的人贩售才能吃桃胶。对啊，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煮是可以的，可是不能拿出去贩售。对，好，那吃吃看。这个很像肉冻、果冻，像那个胶那个叫什么？鸡的那个鸡冻之类的，很像那胶个。对，通常桃胶都是做在那个甜点里面，就很像白木耳啊、黑木耳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里面有一个比较硬的，这个是香菇梗，就是吃起来比较像就是比较硬的素肉干，有比较多口感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？一定要选的话，我喜欢中间啊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这种软软的。而且我觉得它这样很吸附汤汁哎。我本来就很喜欢吃这种，就是这叫怎么讲？它是什么小麦梗是吗？小麦条。对，我就很喜欢吃这种，原来是什么竹轮或者是什么的，它都会吸汁。而且我觉得配香菇梗的这种硬硬的口感，然后有一个对比的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不能皱眉头，看起来太严肃。不会啦，你很漂亮哎！那时候未来自己的时候来找我，想说这是谁啊？这谁有差那么多吗？因为你平常没有化妆啊。就拍片的时候就还看起来就戴眼镜，而且你平常就穿的非常的黑。但是你看我是拍片的样子，但我还好，日常还是一个少女，就对，我还是要享受一下我少女年华。我已经摸到买。剩下的部分呢，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吃。那如果观众朋友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麻烦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好啊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。好，拜拜。好不习惯，拜拜。不会，我觉得这样很自然。好。